按照国外分析人士的看法，德国的绿党和自由党肯定要入阁，并且要控制外交部门。这两个党的反华态度最激烈，他们掌权，德国的对华政策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默克尔即将卸任，中德关系会因为美国干涉而进入低谷吗？到2022年呢，已经当了10多年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就要卸任。德国呢是欧洲最大经济强国，中德之间的经济合作对双方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德关系也是美国挑拨离间的重点。美国政界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如今德国面临着总理换届的重大的历史节点，中德关系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之下，会不会发生变化，会向何处去呢？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中德关系很可能要走一段时间的低谷。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呢，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德国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上一再指责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与此同时中德经济贸易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外媒的统计，默克尔上任之后很快就将中国列为外交的重点。2005年底，在他上任仅6个月之后，就实现了首次访问中国。默克尔迄今呢，一共访问中国12次，超过了他所有前任的总和。中国也是默克尔除了俄罗斯、美国和欧洲邻国之外访问次数最多的国家。在默克尔的努力之下，德国向中国出口了大量高端的机床和工业生产设备。德系汽车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我们中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品牌，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的。在诸多领域开展贸易的推动下，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和所有欧盟国家。美国人分析默克尔的战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主要任务就是做生意。所以呢，中德之间找到了一条求同存异的道路。让美国不满的是，当美国政府转向全面反华的时候，默克尔并没有跟着起舞。2020年的3月，部分欧洲人士因为在新疆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遭到中国政府的制裁。但默克尔并没有因此而指责中国，反而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推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的投资协议的落实。虽然这份协议最近搁浅了，但并不是默克尔的责任。如今随着默克尔的即将离任，德国国内和欧洲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发表论文，把中国称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随后欧盟也发表论文，赞同了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观点，认为中国同时扮演着3种角色：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在的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另外，在美国的压力和搅局之下，默克尔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自己的政策。根据德国最近的全国大选的结果中德关系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按照国外分析人士的看法，德国的绿党和自由党肯定要入阁，并且要控制外交部门。这两个党的反华态度最激烈，他们掌权，德国的对华政策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呢，中俄关系良好，如果中欧之间保持良好关系，那美国的反华大计就成了独角戏。因为2战以后，美国对德国进行了严密的政治控制，所以操纵德国政局的能力是很强的。既然如今德国政坛是如此局面，那中德关系要走一段时间的弯路，进入一个低谷时期，概率上是很大的。但无论如何中德之间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互利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任何人掌权都无法改变，而且是不能走挡的。德国人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德国的外交政策违背了德国的经济利益，那注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中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儿，我觉得就可以应对中德关系中的各种波折。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